嗯大家好，我是 A 班刘宇仁，那就是感谢大家就是来就是听我们就是 A 班的就是这五 AI 操纵站，那今天是第一次，在这个之前，然后我先1分钟给我介绍一下，就是呃因为有同事反映说，就是我们的主办单讲到说那个自学平台在哪边，那在我们这个网站上面的右上角或是入口的时候，就是会看到一个叫 AI 应用自学平台。点一下哈，对，点下去之后呢，然后它就是会有一个像是一般的线上学那个 Coursera 这种自学平台的方式，那它有大概有6个模组，那个模组那个就是会有简单的就是教学跟影片，那就是做完之后呢，最后会有一个是测验，那测验完之后就是会有一个证书。那这个证书的话，就是我会再跟人事是问看看，是不是有办法变成说未来这是一个在我们升迁里面的一个凭证之一啊，否则大家好像会觉得说，这拿到一个证书，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但是这个是给自己学习的，那这个东西比较简单，然后但是我有特别加了蛮多的，就是跟那个使用上面有关于治安跟隐私伦理的一些相关的题目。所以就算说你已经是高手，我是觉得是可以再稍微看一下。那另外在这边网站上面的有一个叫 Prompt 食谱哦，那这边就是针对大家之前问的问题，就是到底说我怎么去跟 AI 问问题，那就是会跟就是按照你不同的业务去提供就是不同的这些就是这些相关的这些资源哈，那可以。那就是它会有不同的类别，还有包括从那个一般的办公到国合哈，那这全部都有这样子。那所以大家有空可以看看说，那这边 prompt 是不是可以给你一些灵感？好，那那个就不多说，那时间就交给贤君。好，贤君是我们那个快要毕业的研发替代役，然后他今天讲的是帮这个就是中区的检疫同仁这边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要做检疫在航空站的时候排班的一个困难。好，然后就是麻烦贤君。好，我是 AI 版的研替显君，然后今天要讲的是有关刚刘大提到的，算中区提的一个愿望，然后中间是用一些 vibe coding 的方式去把这个整个排班系统去算是初步建立出来。那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系统目前是用 Google 生态系，就是 Google Sheet，就是 Google 试算表，跟它背后有一个东西叫做 Google App Script 的东西，可以把它想成是可以自动化操作这个试算表的程式。对，然后就是它中间Google 试算表可以当成是参数的输入，对，这样可以看到实际的画面。那先讲一下自动化排班的需求，是因为他们人工作业的时间会可能比较长，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规则上面的问题，然后可能会因为遗漏规则或是怎么样，会有一些错误，就希望能避免耗时跟错误这件事。然后他们中区应该不止中区啊，就是可能各个区管都会有假日轮班的问题，所以希望能提升排班效率跟解决这个排班的问题。好，那第一个看到的是，这是实际的截图画面哦，所以会先有一个算是他们话休的一个休假表，就是可能呃日期跟星期几，然后把它填到这个休假表里面。那后面程式在处理的时候就会预先把这些人的那一天的这些人，就是
不让他们上班这样。然后挂号工就是公假，然后星号是会用到他们自己的休假天数，然后没有任何标注的就是他们的轮休。然后再来是一些算是参数设定的部分，然后左上角这图有点小，但简单来说就是各个班别，就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是朝八晚五的班，然后呃那时候中区提供给我们的时候，比较常见的会是早上11点、晚上11点的班，然后跟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的班，然后在下面还有他们的请假跟轮休的参数这样，然后再来是右上角这个图是呃有关假日的设定，因为目前只有预设6日是假日，然后国定假日目前是需要自己输入的。对，像比如说春节或者是清明年假那种，可能就需要自己手动输入。然后这里还有另一个区块是，设定平日跟假日所需要的人数。然后，因为刚刚这里有3种班别，所以就对应3种班别所需要的人数。对，然后再来这个是，撇除这个比较常规的设定人数，它可能在特定某几天会需要比较多的人力，那可以在这里做设定，就是一样3种班别的人数都要输入。然后，最后这个是可能会有什么某几天会有新人带，老手带新人，或者是3个人会需要一起工作的情况，所以会有这个算是预班表，就是他当天就指定要这些人去做事情，所以大概会有这一些可能需要人力去维护的参数做设定。对，然后设定好之后，然后去点，等下如果有时间再实际操作给大家看，就是他点那个排版引擎，然后点一下输出主要班表，它就会根据刚刚前面提到的所有规则跟不能连续上班超过可能5天，或者是如果有比较长的班，像刚刚提到的第2种跟第3种班别，那可能不能连续超过3天，然后公假也要算工作，就林林总总跟一些比较潜规则跟公平性的问题，全部都纳入考量之后，最后会根据所有考量，然后产出那个月的班别，然后会写出可能正规班是哪些人，然后 CF 班跟 CL 班是哪些人，然后跟当天请假的人、休假、公假或者是轮休的人是哪些人，这样。对，然后左上角这个是根据这个班表做出来的，算是统计，就统计工时，然后跟它的差别，然后还有各个班别的天数，这样方便排班的人去看说这个月排班排的怎么样，或者是有哪里需要调整的。对，他可以再根据需求去做一些比较人性化的调整，这样子。然后这个是也算是他们的一个，这算是附属的功能啦，就是会有一个叫做差勤系统的东西，就是需要整理，把右边这个人看得懂的，人比较看得懂的这个班表，把它转换成纯粹只有代码跟员工编号的这个 CSV 的输出，对，他们可能会需要汇入到他们的财勤系统。对，这是比较简单的成果展示。好，然后刚刚前面这些
基本上都是后面的程式嘛，都是 AI 去自己生成的，所以再来会讲到我前一段时间使用不同家 LLM 的心得，对，然后欢迎大家一起沟通讨论分享都可以。然后我先讲就是网页版的，就是网页版就是比较常听到的就是这三件是 Cloud 的 Google 的 Gemini 跟 OpenAI 的 ChatGPT。然后 Cloud 我自己在使用上是偏技术面，大家就是应该知道，就是它比较强的方面会是写程式的部分，所以比较跟 coding 相关的问题，我还是会问他。然后我自己觉得，以下都是自己觉得就是它出现幻觉的比例是最少的，然后但同时它也不会给你太多可能超出你想法的回答，它就是一个比较稳当的一个模型。那它也不会像某些模型会乱给情绪价值这样。我自己给它是8分，就是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然后再来是 Google Gemini，然后它在 coding 方面是算是我的 second 的选项，就是Cloud 如果用量用完，我就会去用 Gemini。对，然后它偶尔会有幻觉，但是基本上大致的逻辑方向是对的。然后因为它本身是 Google 体系相关的，所以跟 Google 有关的开发或是问题，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Google Sheet 或者是 Google App Script 之类的，我也会先找它啊。但是这个不一定啦，就是可能也没有比较好。对，然后它的还有一个优点是它是多模态的，就是比如说做图啊，或者是产简报，它也可以，就是应该是目前比较方便的。对，然后Notebook LM 也算是他们家的另一个产品，所以如果这个也算进来的话，就是它能做到的事情比较全面吧。对，然后但是那个做简报，大家如果有试过的话，就知道它有时候产的那个字有待加强。对，但整体来说还不错啊，我自己给6.8分。然后 ChatGPT 是我目前最不喜欢用的，那就是原因是因为这个是我唯一一个没有破版本的，就是就是它的免费版，我自己使用上，就是它给人的 output 很像是他随便乱回的，然后它很容易根据你过往的不管是聊天记录还是你上下文，它就会有点拍马屁的感觉。就比如说，呃，今天有一个城市方面的问题问他，然后他最后就是他会跟你说，很好，你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你真的就差最后一步，然后你再跟他讨论完之后，他就说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步了，就是他会一直跟你反复说你是最后一步这件事，但其实对不然，然后或者是他可能简单的问题，他会想到另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可能问他是前面 Google 相关的，他可能就跟你说他不想，他觉得这个方案不 OK，他就直接给你挑另一个东西出来。对，所以我自己使用上还是比较不喜，就除非是那种真的很简单的任务，我才会交给 ChatGPT 去做使用。对，但是对，因为前面两个的那个还是有用量的限制啦，所以对，要省免费版，就是 ChatGPT 还是可以用的。对，好，前面是网页版，我再来是比较偏开发工具的比较，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少用，就是
如果有在开发写程式的话，会比较常看到的就是这个 CLI 的界面。那一样是分3家讲，然后 Cloud Code 一样是程式语言相关的表现会蛮好的，就是你跟他来回沟通，我自己使用上的习惯会是来回沟通讨论个好几次，等我确认，就是他会先开一个需求给你，然后你去确认他等一下要做的那个事情有没有符合你的想法，如果有任何就是自己使用上有任何疑问的话，你都可以再去跟他做细节上的沟通，然后等真的全部就是那个规格书开好，你觉得 OK，他就会开始做事。然后一样是我自己使用上是比较没有幻觉，然后他也不会天马行空给你乱加东西或乱删东西，然后他的一切的产出都是蛮符合我自己的需求的。对，那所以我会给9分，然后再来是Gemini 的 CLI，然后这个使用的时候，呃应该还是3.0啊，就是还是前一个版本，所以这个心得可能有点不太准确了。对，大家如果有3.1可以试试。那我那时候的使用心得是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聪明啊，就是那时候可能还是会可能顾此失彼，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个地方他想就是他产出有点小错案，因为他那时候是一次产个几百几千行的东西，所以可能我自己看的时候没看到，然后它产出就是根据前一次的产出再继续往下做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点像建筑地基打歪了，按越建越歪，最后可能会垮掉，全部需要重做这样。但那时候是用3.0 Pro 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就是参考价值可能需要更新一下。但我后来也没再用这个做开发了。对，然后 Codex 是一样是 GPT 的模型，对，然后还最近才开放免费啊，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它是标榜目前开发软体跑分比较高的，但我准备简报的时候是这样，但现在不确定，因为可能这几周有模型的更新，大家也可以动手玩玩看或试试看。然后这个也是另一个开发的工具是 IDE，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是 VS Code，那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需要看程式码的东西。然后最左边的是 Google 的 Anti-Gravity，就是应该是去年年底，不是，今年年初，反正就是这几个月才跑出来，Google 才弄出来的一个算是新玩具吧，就是然后这个的优点是它其实里面有可以选各种不同的模型，就是它有Cloud，然后 Google 自己的 Gemini 有好几个可以选，有 Flash 有 Pro，然后 Pro 还有分 Low 跟 High，就是它的思考模式不一样。对，然后所以我自己现在最主要的开发工具会是这个，因为它可以很方便去切模型，或者是某个用量用完直接换下一个继续让它 run。但是这几天不知道受了什么原因，它有可能跑到一半会直接跳 error，我们不确定 Google 的负载是怎么样。对，然后再来是第二个是Cursor 是也是类似的东西啊，只是它如果你是免费版，它的模型就只有他自己训练的，它是号称是专门for工程师的开发程式的，对，好像叫什么 Composer 吧，对，然后然后如果你花20美，它一样可以切换不同的模型，但是我是免费
版本，所以但是因为其实在自动补全或者是开发的时候，就是简单的任务对他来说还是算可靠的，所以我自己也偶尔还是会用它。对，然后其他的工具 VS Code 还有 Copilot 啊，或者是Windsurf Client 等等的不同的开发工具，如果有开发上的需求，可以玩玩看。然后再来就是算是开发这个排班系统的心路历程吧，就是因为中间也来回了好几次，可能因为一开始开需求的时候，可能规则不会那么明确，然后可能在看到成果的时候，会觉得还有哪里可以更需要进步，然后就会这样来回好几次。那那时候最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用简单的提示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看起来已经有模有样的 prototype， 但是还是需要人为去确定它的结果准不准确，然后中间又有来回修改可能一些需求，或者是前期比较没有想到那么周全的地方，那时候的模型跟限制也有可能浪费了不少时间在鬼打墙吧，有点像鬼打墙的情况，就是可能模型产出也没那么好，然后需求也没开那么准确，所以就在近期的时候才把这个整个系统才算是有一个我们都觉得就是人类都觉得 OK 的成果出来，这样，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可能需求越早确定越好。对，就是因为来回反复，他那个一开始的可能跟一开始的想法就不一样，那一开始做出来的 prototype 可能就浪费了不少时间，这样。对，好，最后是一个简单的小结论跟未来的展望，但希望这个排班系统可以取代人工去做排班那件事，然后提升正确率跟节省不少时啊。对，然后再来是改善流程，就是当然不太可能需求一步到位啦。对，然后如果是跟城市有关的，就是 AI 幻觉还是要注意，就是即便现在的模型看似都很强，但是城市码相关的东西还是要定期去重构，或者是非城市码要重新，不管是给它整理，或者是因为有时候如果上下文太长，我自己使用上啦，如果上下文太长，它会影响你后续的输出。那可能不管输出是不是你想要，即便是你想要的，可能呃，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很像正确理论的谬论嘛，还是幻觉这件事情。对，然后未来展望就是希望署内有更多的 AI 相关应用，然后提升整体的人工效率，这样。好，谢谢大家。然后如果有问题，可以到 Oasis 咖啡，有匿名问答，也有实名问答，大家可以善用那个聊天室，这样。要吗？要吗？可以吗？好，好，我迅速 demo 一下这个排版系统，应该可以吗？好，因为这个也有贴在咖啡给大家去使用，然后先因为这是只有检视，只有开检视的，所以大家会需要先存一个副本，然后存完副本，等一下这里会跳一个按钮出来，然后它就可以去根据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参数，
哦，目前应该是只有直接试试，那个大家参数记得要设对，然后第一次使用可能会需要一些授权跟设定。然后有预设，如果你没有输入，它会用当年份的下个月，现在3月嘛，所以你没写就会是4月，然后它就会开始运算，然后跑一下。好，然后看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后面几周想听到什么样的讲题，也可以告诉我们，然后后面的讲者会帮大家准备。对，好，然后他这边就算好了，然后他就会写这个哪一天哪一个班别是不符合规则，有一个空班，他就会写出来。然后这个是希望大家工时能平衡啊，然后就会写这些，然后写完就可以到看一下这里就会这里刚刚原本是空的啦，然后就会有这个那个我刚刚是设26年的1月嘛，所以就会有1月的班表。然后这个就是刚刚的那个统计时数的那一页。然后财勤好有 bug，不是2027。然后差勤要可以输出，然后还有一个功能是行事历，然后那个就不在这里展示了。这个简单的工具大概是这样，看大家有没有问题或是许愿。班表排出来啊，然后如果临时就是后来又有人要换班，是要怎么操作？就是那个回到那个班表去，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个人要换的情况的话，是要重跑一次。如果因为他会被指定，他就是得上那个班。如果有指定的话，就是如果要重跑的话，就是根据自己需要的功能去重新设定，然后重跑。那如果可能只是少数的人需要调整的话，可能还是以这个就是一个辅助，然后人工去检视，然后如果有少数调整，就人工去做微调，这样。对。哦，目前没有自带功能，要回去想一下。谢谢贤君，请问一下，那这个直接跟您提这个需求，然后程式开发出来要花的时间，相较于你结合这些 AI 辅助的工具，然后配合虚仿跟持续调教迭代，然后处理幻觉问题的时间，您觉得那个效率是提升多少？就是好奇这两种就是既有的开发方式跟结合 AI 代理的方式去处理的话，因为这个需求，去年9月或10月的，对，因为刚刚那一整套系统可以开给的，就是它背后的这个程序员其实是我没有摸过的，所以基本上是一定会需要 AI 去辅助。那只是说中间，
如果要自己重新学这一整套东西，我觉得可能会更旷时费日啊，就是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语言，对，所以问差别可能，如果需要从头学这个语言到开发这整个系统，可能会需要再多1个月吧，就是对，因为但我从头就是都有用 AI，所以也没有一个比较这样子。多一个问题。STD spec 是没有什么 spec 在不写。哦，我这个我觉得有越清楚的 STD 是比较好啦，不然如果只是简单的 prompt 下给他，可能 prototype 就跟你想象会有一定的落差，这样。对，简单来说是这样，就还是越详细的规格对他来说还是越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那今天谢谢大家来参加。那个就是那比较细节后面的话，之后我们也会有那个不同的讲者去分享说那个在比较进阶的说，那我真的想要使用这些开发工具的话，它的实际的情境是什么？那另外下礼拜的话，那个可能也会有另外一个应用，就是让大家怎么样知道说可以在 Chrome 上面自己自制一些小的一些 extension 一些小工具去帮助你的那些行政工作。那但是因为我是担心说，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这样子我可能现在只是在跟 AI 对话，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到是请 AI 帮忙去那个就是帮忙我去做这些工具的开发，去帮助我辅助我的工作哈。那这个就期待后面我们今年那个假如手工件过了之后的一系列课程，我们会有请有专业的老师来帮忙。我们是比较偏向面面去跟大家讲说我们做哪些，但是实际上的那个训练的话，就是期待就是之后我们那个正式的课程。好，那就是到时候有进一步的消息，也会以请办的方式，就是让大家知道。那就是到时候因为报名会有实体的那个报名的员额的限制，因为可能老师会需要有一些就是实作，但是有同事反映说，那未来这些开办的课程是不是也可以有线上？好，那就是假如说你没有报名到的话，那假如老师允许的情况下面的话，也会让他有线上，但是你就可能不会有一个比较沉浸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说，可以有老师这样手把手这样子在那个带你去那个一步步去学习哈。好，那会分基础跟进阶班。好，那是那个就是假如是因为我们这个礼拜会有一个 AI 的策略推动小组。然后其中也会有一些各组师的代表，但是我们是希望说大家到时候种子老师都尽可能可以去报名进阶的课程，然后至少说我们不会说只有是一直听我们在讲，好像就是心很痒，都在不知道怎么下手这样子。然后到时候每个单位都可以自己来那个去做一些自己的程式的开发，解决自己很多的一些实务的问题。好，那以上谢谢大家，那有更多问题请到我们的那个群组来询问，谢谢。